在漫威的10年里，托尼·斯塔克一共建造了85套钢铁侠山甲，但实际上我们却只看到了10多套，另外几十套几乎是销声匿迹，这也使得很多人会去猜测其余的盔甲长什么样子，或者都有哪些功能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整理了漫威宇宙的大量素材，把电影中的所有钢铁侠盔甲逐个列出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这一切还得从马克1说起。在银森的帮助下，托尼用废金属和机器零件制造出了最初的盔甲，宽大且未上色的外表设计让人想起了原版漫画中的钢铁侠。在漫画中，他实际上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在电影里却没有持续多久。逃出洞穴后就被散布在了沙漠中，直到后来被奥巴迪亚获得并改装成了铁霸王。回到家后，托尼开始进一步制造马克2战甲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钢铁侠的基础设计首次亮相。不过马克2也没持续太久，因为在高空测试飞行时发现了结冰的问题。然而这套盔甲最终也被偷了，并命名为了战争机器。 Get out！ 随后，托尼在地下室制造了经典的马克3，这套盔甲添加了标志性的颜色。Tell you what, throw a little hot rod red in there. Yes, that should help you keep a low profile. 马克3通过使用钛合金，从而解决了上一代的结冰问题。托尼一穿上盔甲，就去找了恐怖组织测试性能，结局令他很满意，但最终在与铁霸王的战斗后损坏，导致无法修复。马克4是作为马克3的直接替代品，两者非常相似，但不要认为托尼没有了其他的想法，他实际上在创造这个的同时，还一起设计出了马克5。这是第一套考虑到便携性而设计的盔甲，它比之前的任何一款都要轻，甚至可以折叠起来。不过这种便携性是有代价的。马克5不仅无法佩戴更多武器，而且盔甲外表特别脆，被鞭索甩几下差不多就要烂了。马克6是第一套与新反应堆一起使用的盔甲，毋庸置疑，它比之前的任何一套都要强。虽然马克6在钢铁侠2中被损坏，但并没有就此退役，我们依旧可以在复联1中看到它，所以这也是第一个在战斗后被修复的套装。但很可惜，最终却没能挺过航母的螺旋桨。随后托尼换成了马克7来与洛基展开最后的决战，这套又是一个重大进步，不仅提供了自动部署和飞行速度，当然还有新的武器。然而马克7仍然有局限性，当托尼将一枚核弹通过传送门送入太空时，这也导致了系统瞬间关闭。 What just happened? Please tell me nobody kissed me. 经过维修后，马克7仍然是托尼的默认装甲，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但实际上，他还在背后建造了一支钢铁军团，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和外观。首先要讲的是马克8到马克14这几套盔甲之所以一起讲，是因为他们都属于升级版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增强了上一代的飞行速度和装甲性能。马克15代号响尾蛇，这是托尼第一次为隐匿任务所设计，敌人的预警系统几乎看不见，而且各彩色图腾也可以使盔甲变暗，从而能更方便执行任务。马克16代号夜总会，这套类似于上一代，是专门为潜行任务打造的机型，特色是两肩的凸起物和没有分成上下段的面罩，因此外观看起来没有嘴巴，显得脸很长。马克17代号碎心者，这套专注于击退攻击，胸口冲击炮的威力巨大，不仅可以调整宽窄，还可以生成护盾。 Good evening, Colonel. Can I give you a lift? Very funny. 马克18代号卡萨诺瓦，这套结合了以前设计的探测装置，使得它几乎无法被雷达发现，并且能够发射威力巨大的冲击炮。马克19代号老虎，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实验超高速飞行，装甲的推进系统和稳定器都进行了升级改进，外形也更符合空气动力学，极速状态下能达到4504公里每小时。马克20代号巨蟒，这套专注于距离而不是速度，它能比之前的任何一套盔甲飞得更远，而且全身配备200个小型响尾蛇导弹，拥有强大的破坏力。马克21代号麦德斯，这套再次以速度为核心，但是由于能打破音障，所以也很容易崩溃。马克22代号热棒，这套用于执行机密任务，使用了所有机甲里最先进的推进系统，几乎将噪音完全消除，外观类似战争机器。马克23代号暗影，这是第一批几乎不关注战斗的服装，只提供基本的防御系统，全身以军事迷彩涂装为主。它被设计成能够承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温，并具有多层耐热镀层。马克24代号坦克，就像名字一样，它的攻击和防御得到了大大强化，主要作用是提供重火力支援。马克25代号打击者，这套主要作用于重型建设，但实际上在战斗中也有使用过。马克26代号伽马，外表和上一代相同，区别是这套提供了更多的保护，可以免受伽马射线等辐射。这样一看，或许你就能懂了。马
马克27代号 Disco， 这套配有光学迷彩，使装甲能够变成周围景物的样子，类似于变色龙。马克28代号杰克，这套采用了类似辐射警告标志的涂装方案，因此它可以承受极端辐射，也可以消除盔甲表面的辐射，但缺乏其他大多数功能。马克29代号小提琴手，这是一种多功能建筑套装，它有一只手臂是空闲的，所以能更容易的灵活多变，并执行其他任务。马克30代号蓝钢，这套能够在不需要充电的情况下持续使用更长时间，而且手臂上还有隐藏刀片。马克31代号活塞，这款结合了最早的超音速飞行能力和持续使用更长时间的功能。马克32代号罗密欧，这款除了拥有飞行稳定器和强化冲击炮外，还能够携带其他武器，作战能力强于一般的钢铁侠战甲，非常适合火力支援。马克33代号银色百夫长，这是托尼使用的为数不多的几款盔甲之一，它包含了早期套装的许多特性。马克34代号左撇子和马克35代号红鲷鱼，这两套的建造是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和帮助救人。马克36代号和事佬，听名字也知道这款主要应对人群骚动以及暴乱等特殊情况。马克37代号锤头鲨，这套属于深海装甲，目前它的下潜极限未知，但可以轻松下潜约457米的深海，并且在承受超80吨的压力下还能保证装甲的机动性和操作性。马克38代号伊格尔，从外形上来看就知道是个大家伙，没错，这是套负重装甲，主要为起重和搬运重物所创造。马克39代号双子星，这是一套亚轨道装甲，专为太空之旅而生，全身装载了强大的超振动波，一般是对付太空中的陨石，并且盔甲可以将量子和等离子转化为能源和空气。马克40代号散弹枪，这款属于超高速战甲，飞行速度能够达到6125公里每小时，而且还不会因为速度快而崩溃。马克41代号骸骨，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速度和机动性，并且还提供了自由解体。以上这35套在钢铁侠3中被全部摧毁。接下来就是令托尼最头疼的一套，马克42浪子，这是钢铁侠最受欢迎的套装之一。最重要的特点是托尼可以用简单的手势召唤，但好像并没有成功几次，所以许多粉丝也把马克42称为逆子。幸好在救小辣椒时发挥了作用，可惜最终也被摧毁。不过有细心网友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发现了重建的马克42，看来托尼还是忘不了浪子。接着剧情来到复联2，马克43首次在这部电影中亮相，这套装甲是马克42的完成品，所有的功能基本一致，但它更成熟，各种武器也比较完善，最主要的区别就是颜色恰恰相反。马克44反浩克战甲，这是第一款被称为甲中甲的套装，设计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抑制狂暴的绿巨人。套装的一部分由维罗妮卡提供，它能及时更换肢体，以防被浩克撕烂，而且这身巨大的盔甲由11个反应堆提供动力，并配备了导弹和化学喷雾，威力足以打到绿巨人的一颗牙齿。I'm sorry。马克45是托尼在复联2的最后一战中使用的盔甲，也是第一个使用星期5作为人工智能的盔甲。这套是托尼早期的巅峰之作，不仅增强了武器装备，而且还将许多其他的功能整合到了一起。接着是马克46，这套属于上一代的升级版。有趣的是，它还借鉴了反浩克战甲，在身上多个部位都装配了反应堆来提供动力，从而使力量水平更高。虽然在电影的结尾几乎要被美队和冬兵摧毁，但托尼除了几处擦伤外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马克47出现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，算得上是马克46的改良版，外形非常相似，只是配色由下半身改成了银色。这套盔甲可以通过无线网络来进行远程操作，并且还能召唤出数个小型推进器来阻止轮船分裂。马克48反浩克战甲 2.0， 这套不需要穿戴其他战甲也可以驾驶，功能与前一代没太大差异，但增加了防御力和火力，并取消了维罗妮卡的空中补给。马克49代号救援，这是托尼专门为小辣椒量身定做的装甲，配色以蓝银为主。武器方面配备了掌心炮、反应堆加农炮等。马克50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这是第一套利用纳米技术制造的盔甲，不仅可以快速穿着，而且为了在战斗中进一步发挥，纳米机器人能够将自己重新变换成不同的装备，如盾牌、大炮和锤子。这套盔甲正处于托尼斯塔克能力的巅峰，比他之前的任何一套都要结实，但仍然不足以对抗灭霸。接着剧情来到复联4，在返回地球之后，托尼放弃了超级英雄的生活方式，他与小辣椒和刚出生的女儿摩根安顿了下来。然而在接下来这5年里，托尼仍然忙于制造一些新盔甲，他至少创建了35套。尽管我们看不到其中的大部分，但能看到马克85，这套属于马克50的改良版，也是托尼发明的最强装甲。外观相比50更有棱有角，背部还加入了可伸出的重型集束炮装置，可以直接使用外能源，从而加强冲击火力。虽然马克85是最强的钢铁侠套装，但最终还是抵挡不住无限宝石带来的毁灭性。说了这么多，你最喜欢哪一套呢？是早期的经典风格，还是近年来的先进设计？可以在评论区聊聊自己的看法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见。